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分享。今天我将为大家深度解读一本改变无数人工作与生活方式的经典之作《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这本书由克里斯·麦克切斯尼、肖恩·科维和吉姆·霍林合著，他们都是富兰克林科维公司的资深顾问，在领导力、执行力以及个人效能提升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见解。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作任务堆积如山，目标和计划层出不穷，但真正能够高效执行并取得成果的却寥寥无几。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生的。它不仅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论，还深入探讨了如何将这些方法融入到我们的日常行为中，从而真正实现高效能。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什么我们制定了那么多计划，却总是难以实现？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吗？还是因为我们缺乏自律？或许答案并不在于我们不够努力，而在于我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执行策略。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尔·盖茨曾说过，大多数人高估了自己1年内能做的事情，却低估了自己10年内能做的事情。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我们往往因为过于关注短期目标，而忽略了长期坚持和系统化执行的重要性。而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正是帮助我们找到这种平衡的关键。1. 聚焦最重要目标 Focus on the wildly important。 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的第一个原则是聚焦最重要目标。这一原则的核心思想是，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必须将精力集中在少数几个最重要的目标上，而不是试图同时完成所有事情。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类的大脑在处理多任务时效率会显著下降，这是因为当我们试图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时，大脑需要在不同任务之间进行切换，这种切换会带来认知负担，导致效率降低。因此，聚焦于最重要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种认知负担，提高工作效率。要应用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学会区分重要和紧急。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所困扰，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1. 设定清晰的目标，明确你的最重要目标，并将其写下来。例如，如果你是一名销售人员，你的重要目标可能是在接下来的季度中，将销售额提高 20%。 按优先级排序，每天开始工作前，列出当天需要完成的任务，并根据重要性和紧急性进行排序。3. 避免多任务处理，尽量避免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专注于完成一个任务后再开始下一个。当你试图同时追逐2只兔子时，你一只也抓不到。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以苹果公司为例，在乔布斯的领导下，苹果公司始终专注于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产品，如 iPhone 和 iPad， 而不是试图推出大量不同类型的产品。这种聚焦策略使得苹果公司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2. 关注引领性指标 Act on the light matters。 第二个原则是关注引领性指标。引领性指标是指那些能够预测未来结果的指标，而不是仅仅关注最终结果。滞后性指标。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更容易受到即时反馈的影响。引领性指标提供了一种即时的反馈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及时调整行为，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目标。要用这一原则，我们需要识别出那些能够直接影响最终结果的行动，并将其设定为引领性指标。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1. 识别关键行动，找出那些对实现目标至关重要的行动。例如，如果你想提高销售额，关键行动可能是每天打50个销售电话。2. 设定具体指标，为每个关键行动设定具体的指标。例如，每天打50个销售电话可以设定为每周至少完成200个销售电话。3. 定期跟踪和调整，定期跟踪这些指标，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引领性指标是那些能够预测你成功的指标，而不是那些仅仅告诉你已经成功的指标。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以耐克公司为例，耐克通过关注引领性指标，如每周新产品的研发进度和每月新客户的获取数量，而不是仅仅关注最终的销售额，成功地保持了其在运动鞋市场的领先地位。3. 坚持激励性计分表 Keep a compelling scoreboard。 第三个原则是坚持激励性计分表。激励性计分表是一种可视化工具，可以帮助团队成员清晰地了解当前的表现和进展情况，从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根据心理学研究，人类天生对视觉信息更为敏感，可视化的计分表可以提供一种即时的视觉反馈，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自己的表现和进展。此外，激励性计分表还可以通过设定目标和展示进展，激励我们不断努力。要应用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计分表，并将其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1. 选择关键指标，
确定哪些指标对于实现目标最为重要，并将它们纳入计分表中。2. 设计简洁明了，计分表应该简洁明了，易于理解。例如，可以使用图表、颜色编码等方式来展示数据。3. 定期更新计分表，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一个好的计分表就像一个指南针，它能告诉你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以谷歌公司为例，谷歌通过使用激励性计分表，成功地激励了员工不断创新和突破。例如，谷歌的 20% 时间项目鼓励员工将 20% 的工作时间用于个人项目，并通过计分表跟踪每个项目的进展和成果。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还催生了许多创新产品，如 Gmail 和 Google Maps。4. 创造规律问责机制 ，Create a cadence of accountability。第4个原则是创造规律问责机制。问责机制是指通过定期的会议和检查，确保团队成员对实现目标负有责任，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定期的反馈和问责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人的责任感和执行力。通过定期的会议和检查，团队成员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表现和进展，并得到必要的支持和指导。要应用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规律的问责机制，并确保其有效执行。以下是一些具体的方法。1. 设定固定的会议时间，确定每周或每月的固定时间召开问责会议。2. 明确会议议程，会议议程应该包括回顾目标、评估进展、讨论问题和制定行动计划。3. 确保参与和互动，鼓励所有团队成员积极参与讨论，提出问题和建议。问责不是惩罚，而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以亚马逊公司为例，亚马逊通过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成功地保持了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先地位。例如，亚马逊的每周业务回顾会议要求每个部门汇报其关键指标和进展情况，并讨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改进措施。这种机制确保了每个团队成员都对明确的目标和责任，并能够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通过以上对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的详细解读，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套实用的行动指南。它教会我们如何聚焦于最重要的目标，如何关注引领性指标，如何使用激励性计分表，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高效能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希望大家能够认真阅读高效能人士的执行4原则，并将书中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相信我，当你开始运用这些原则时，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能够更高效地完成工作，还能够拥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开始这段旅程，我建议你从以下几步做起。1. 设定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明确你当前最想要实现的目标，并将其写下来。2. 识别关键行动，找出那些对实现目标至关重要的行动，并设定具体的指标。3. 创建激励性积分表，设计一个简单而有效的积分表，并将其放置在显眼的位置。4. 建立问责机制，设定固定的会议时间，并确保所有团队成员都参与进来。最后，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高效能并非天赋，而是一种可以培养的习惯。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学习和实践，培养出属于自己的高效能习惯，开启一段全新的高效人生。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和进步。期待下次再见。